爸爸，我们切蛋糕吧。别乱叫，我不是你爸。我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你根本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不要脸的东西！我们陆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这鉴定有问题。闭嘴！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女儿？对不起啊，姐姐，我只是随口了句婉婉长得不像姐夫，哪知姐夫真的会去查。宴席散了，婉婉哭累了睡下，我却始终想不出哪里出了问题。妈妈，如果我真的是爸爸的孩子，他是不是就会重新喜欢我了？会的，妈妈跟你保证，爸爸他只是搞错了。为了女儿，我决定去找他，求他再做一次亲子鉴定。你为了给陆言出气，污蔑嫂子，欺骗婉婉，不怕老婆孩子真跑了？怕什么？伪造亲子鉴定的事儿，岳父岳母也知道。原来这一切不过是他为了讨好另一个女人编排的一场戏，连最疼爱我的养父母也是这场戏里的帮凶。谁让他这个假千金占了妍妍那么多年的人生？等妍妍心理平衡了，我再跟他复婚就是了。可婉婉那孩子，你就真舍得他受委屈？如果他知道真相，会不会不认你了？小孩子忘性大，受点委屈怎么了？再说她是我亲生女儿，打断骨头连着筋，还能真不要我这个爸爸不成？这次的婚我离定了。妈妈，我们是要走吗？爸爸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们了？婉婉乖，爸爸太忙了，妈妈带你回外公外婆家住，好不好？你回来干什么？妈，我没地方去了，想先带婉婉回来住一晚。陆家又不是什么收容所，更不是垃圾场，别把你在外面搞出来的那些晦气带到这里，脏了我们的地儿。外婆，别乱叫，我可没有你们这种亲戚。几天不见，我们竟从母女沦落到连亲戚都攀不上了。瞧瞧，这是我女儿琪琪，不仅功课好，人也孝顺，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是啊，琪琪可是我们陆家的掌上明珠。琪琪，妍妍这些年受了太多苦，你手上的项目和人脉，以后就都交到妍妍名下吧，这是你欠她的。爸，我明白，弥补她是应该。你们恨我，因为我占了陆言20年的人生，所以你们要这样给他出气。你少在这里推卸责任。妈，如果我说那份亲子鉴定有问题，周木川给你们看的报告结果是错的呢？事到如今，罪证确凿，你还想狡辩？陆家的脸已经被你这个假货丢得一干二净了，亲子鉴定黑字白字写得清清楚楚，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他们明知道这是假的，却为了讨好陆言，要将我钉在耻辱柱上。行了，你要是真想在家里住下，也不是不行。明天一早，你必须做到3件事。哪3件事？第一，明天你立刻发公开声明，承认你婚内不检点。第二，你必须立刻退出陆氏集团的核心管理层。第三，把你名下所有的陆氏股份无条件转让给妍妍。你要我承认什么？婉婉是周木川的亲生骨肉，是我的亲生女儿。爸妈，你们别这样，这都是我的错，你们别怪姐姐。姐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可爸妈年纪真的大了，受不得刺激。咱们陆家也是要脸面的呀，你总不能为了自己那些私生活，把整个陆家都拖进火坑里吧？我的私生活，陆言，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你心里最清楚。姐姐，要不你还是先给爸妈认个错，等这阵子风头过去了，大家还是一家人。至于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木川哥的亲骨肉，木川哥那个人脾气最好了，平时那么疼你。你闭嘴！你少在这装！够了！你还嫌不够丢人吗？去，把他的那些脏东西统统给我扔出去。是太太，我们养了你20年，本来也想给你留点最后的体面。既然你至今都不肯认错，那以后你就别再回我们陆家了。婉婉乖，不哭，妈妈带你去住酒店，怎么不在这里待着？你好，帮我开一间套房。抱歉，女士，您这张卡已被冻结，无法消费。那刷这几张，这几张是我自己的个人卡，麻烦你帮我再试试，谢谢。怎么全都显示余额为0，连卡里原本的个人积蓄都被人强行转走了？周木川，
你既然能做得这么绝，你还要掐断我和女儿所有的退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小姐，卡都刷不出来，请问你还要住吗？后面还有客人等着呢。喂，婷婷，你能不能借我点钱？琪琪，真的不是我不帮你，我爸的公司最近正跟周氏集团谈一个大合作呢。我要是现在插手帮你，我家公司可能会受牵连。挂了啊。婉婉，你怎么了？好疼，怎么会烧得这么厉害？能不能借我一笔钱？您收到一笔转账，有钱了，我有钱了，麻烦先给我开房，我女儿发烧了。难怪卡都被冻结了，我当是谁呢？原来你就是那个婚内背叛别人、被赶出家门的陆家假千金啊！我们酒店可是正经地方，别脏了我们的地儿，赶紧走！你凭什么这么做？我女儿不是……人都做检定了，还狡辩什么？真不要脸！爸爸，婉婉现在发高烧了，很严重，你能不能来一趟中心医院？孩子又不是我的，我没空跟你演这种苦情戏。孕早期出血，这可是先兆流产的迹象。护士，那现在严重吗？需要怎么治？前3个月至关重要，你作为丈夫平时注意一点，别由着性子折腾孕妇。妍妍，木川哥，现在还疼吗？我没事的，只要宝宝平平安安，我受点委屈没关系。胡说什么呢？今晚别回陆家了，直接住我那边，我亲自照顾你。好，都听木川哥的。瞧瞧人家这丈夫，多疼老婆。琪琪，对不起，让你受苦了。从今天起，我推掉所有工作，天天守着你。琪琪，你和女儿就是我的命。当年这么说的人是他，如今将我们推进了深渊的也是他。婉婉，别怕，拿了证件，妈妈就带你彻底离开这里。不过2天，这里已经到处都是他的东西，成了他的家。姐姐，你回来啦！婉婉，跟妈妈回房间拿东西。喏，婉婉，你生日那天闹成那样，都没吃上蛋糕吧？妍妍阿姨特地给你补了一个，就等着你回来呢。我们不需要，拿走。你这是做什么？你是不是还在等着木川哥回来给你切蛋糕啊？姐姐，我只是好心想对你好，你怎么能这么对我？陆琪，你这个疯女人！妈妈，不许打我妈妈！你够了没有？你闹到现在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我丢人？周木川，你在亲生女儿的生日宴上伪造亲子鉴定，你怎么不觉得丢人？你带着陆妍去妇科挂急诊保胎，在医院卿卿我我的时候，你怎么不觉得丢人？你闭嘴！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你要是再敢往我们身上泼脏水，可别怪我不客气。给我待在里面好好反省，明天一早就把婚离了。对不起，婉婉，对不起，是妈妈没用，妈妈没保护好你，让你背上那种骂名，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妈妈，既然爸爸不要我们，那我们也不要他了。好，我们再也不要他了。陆琪，离了婚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你跟我认错，说不定我还愿意收留你。不用了，我赶时间领证。领证？你能跟谁领证？你领什么证？沈燕慈，怎么是你？你好，我们领结婚证。哎，你瞧后面那男的，眼神凶得像要吃人一样。
估摸着是来闹事的，离远点，别被波及了。陆琪，你闹够了没有？为了气我，你还真是什么戏都演得出来。你以为随便在大街上拉个野男人就能在我面前演一出大戏？把证件给我拿过来！先生，请你放尊重一点，不要影响他人办理业务。这位先生，请你立刻退到黄线外，这里容不得你大呼小叫。女士，请确认一下你们的登记信息，如果无误，请在下方签字。确认无误。陆琪，你敢！你今天要是敢把这个证领了，你就一辈子别想再进我周家的大门。你今天要是签字，就别后悔。周沐川，后悔的人绝对不会是我。走了，先去拍照。两位新人，身体稍微往中间靠一靠。对，新郎的手可以揽着新娘的腰，笑一笑，哎，非常好。恭喜两位。沈燕慈，你这个高高在上的沈总就这么闲，居然有空过来玩这种结婚的过家家游戏。周沐川，嘴巴放干净点。我们刚才好像已经把婚离了，现在我和谁结婚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离了又怎么样？离了你也是我的女人，以前是，未来也是。你生是我周家的人，死是我周家的鬼。凭什么？周沐川，你凭什么觉得我离不开你？凭什么我要一边被你用伪造的亲子鉴定污蔑，还要一边带着发着高烧的女儿后等你大发慈悲的回心转意？还是说我应该像你算计好的那样，等你的宝贝陆言心里平衡了，你再跟我复婚？你那天在门外，你都听到了，所以你就是因为听到了那些话，故意跟我赌气，故意找我的死对头过来演这出领证的戏，就是为了报复我、气我，是不是？妍妍这些年在外面吃了多少苦，你知道吗？这男的脸皮真厚，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占了他真千金的位置那么多年，现在不过是让你受点委屈，不是应该的吗？再说了，我又没有真的不要你，等他心里舒服了，我自然会跟你复婚。到时候婉婉还是周家的孩子，你也还是人人羡慕的周太太。周沐川，你这春秋大梦做的可真美。陆琪，我是给你台阶下，你别不识好歹。离婚是你提的，婚姻登记局也是你亲自逼着我来的，现在木已成舟，我跟谁在一起都是我的自由。你的自由？陆琪，你别忘了，你才刚从我身边离开，跟我回去。沈燕慈，你想做什么？周总，麻烦你放尊重点。她现在是我的太太。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一离婚就迫不及待找好下家，看来那份亲子鉴定还真不算冤枉你。姓沈的，你什么意思啊？你就这么缺女人？周沐川，嘴巴放干净点。我太太是什么样的人，轮不到你这种垃圾来评判。从她跟我结婚的那刻起，她的一切都跟你周沐川没有任何关系了，包括她的女儿婉婉，以后也只是我沈燕慈的女儿，你不配。婉婉，听话，过来，爸爸带你回家。婉婉乖，到爸爸这里来，爸爸给你买最喜欢的公主裙。你才不是我爸爸！之前在生日宴上，爸爸都是在跟你们开玩笑的。哼，拿亲子鉴定跟孩子开玩笑，这当爹的真不是个东西。我是爸爸呀，我是你的亲爸爸，你到底在躲什么？快跟爸爸回家！爸爸，我们走吧。好，爸爸带你和妈妈回家。想什么呢？从婚姻登记局出来就魂不守舍的。没什么，只是觉得有些不真实。是觉得领证太快，还是后悔了？我不后悔，只是在昨晚之前，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走到这一步。沈燕慈就像我年少时一段无疾而终的旧事，两小无猜，恋人未满。只是后来我嫁给了周沐川，他远走国外，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沈燕慈，真的谢谢你。不用跟我说谢谢。如果那天晚上不是你出手借钱给我，
我和婉婉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我不想你为了我陷入到这种荒谬的闹剧中。你是沈氏集团的总裁，你代表着沈家。陆琪，你什么意思？周家和陆家现在疯了一样往我身上泼脏水，我的名声已经彻底臭了。所以等今天这阵风头过去了，只要你想离婚，我随时都可以配合你。陆琪，我没必要跟你演戏，更不会用我的婚姻赌气。今天在婚姻登记局签字的时候，我是认真的。沈燕慈，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可我现在是一个婚姻失败的女人，名声一片狼藉，我凭什么能心安理得做你的太太？陆琪，我不在乎。妈妈没有错，我也没有错。做坏事的是爸爸和那个坏阿姨，真正做错事的人才应该感到害怕。妈妈，你不要害怕。婉婉，我的好孩子。坐好了，燕池爸爸带你们回家。我一直以为你们住的会是那种奢华的欧式大别墅。这里不好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里很安静。别墅只是个壳子，只要你和婉婉喜欢，这里就是家。先生，您可算回来了，医生已经到了，现在正在客厅里候着呢。我已经不难受了，我的病真的已经好了，不发烧了。婉婉乖，妈妈和燕之爸爸就在这儿陪着你。沈太太放心，孩子的生理体征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我刚才和孩子聊天，发现他很多情绪他不知道怎么用语言表达，所以只能自己忍着，这才是导致他反复高烧的真正原因。是我没有保护好他。沈总，您交代我的心理疏导方案我已经开始做了，只要以后生活在有安全感的环境里，孩子会慢慢好起来的。那我就先告辞了。有劳了刘阿姨，宋医生。好的，医生这边请。沈燕慈，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为婉婉想了这么多。老婆，这种生疏的话以后可以少说点。真想谢谢我不介意你换用其他的方式。我还没有。不急，我们日子还长，慢慢来。琪琪，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婉婉这段时间好了不少，多亏了你。婉婉今天早上跟我念叨，问她什么时候能重新回学校上课。学校那边，我担心她回去不适应。学校我已经联系好了，是全新的国际私立学校。另外，你也不该每天困在这个小院子里。你是一只翱翔9天的鹰，不该因为那些烂人折断了翅膀。重新回职场吧，沈氏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陆琪小姐，哦不，现在应该叫你温琪小姐了。这份城西文旅项目的规划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完美。陈总过奖了，这个项目倾注了我2年的心血，我的诚意您应该最清楚。当初陆家真是瞎了眼，竟然把你这样的人才赶走，换了那个新找回来的陆岩当负责人，把好好的项目弄得一团糟。所以我一听说沈氏家宴上温琪小姐你重新跟我们搭线，我二话不说，当即决定单方面宣布与陆氏集团暂停合作。这个城西文旅项目只能是你温琪的。合作愉快，陈总。太太，不好了，您快看看网上，这假千金太恶毒了吧！霸占人家真千金的人生20年，现在还找野男人来对付养父母。陆家和周木川这是在自寻死路，要我动手封杀他们吗？不用，这一次我不忍了。既然他们非要把事情做绝，那我就送他们一份大礼。喂，王总吗？我是温琪，我手里有一份真的亲子鉴定书，周木川和陆岩在妇产科保胎的视频，以及当年生日宴的现场录音，帮我发出去。妈，别喊我，我没有你这种白眼狼女儿。网上的那些脏水是不是你找人放出来的？我只是把真相公之于众罢了。真相？什么狗屁真相？你想毁了我女儿妍妍，你想毁了我们整个陆家是不是？你自己做出丢人现眼的事儿，勾搭沈燕慈，现在还敢反过来污蔑妍妍和木川，马上把网上的东西删得干干净净，然后公开发声明和木川道歉，否则陆家绝对不会放过你。听到没有？你这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马上给我发公开声明道歉，把那些脏水给我洗干净。我说，我绝对不会删。你们一次又一次污蔑我和婉婉，而我不过是拿出了真相，为我自己的清白正媒，在你们嘴里就成了我给你们泼脏水。你真正插足别人婚姻不知廉耻是你的宝贝女儿陆妍。陆琪，你翅膀硬了是不是？你以为你攀上了沈燕泽就能跟我们陆家叫板了？你别做梦了！我告诉你，沈燕慈是什么身份，你迟早会被人家像扔垃圾一样扔出来。
陆总，我敬你是个长辈，今天才听你在这里狂吠。但我们沈家的家事，我沈燕慈娶什么样的太太，还轮不到你来替我做主。琪琪，难受的话就哭出来。沈燕慈，我只是突然觉得很不甘心。大家都听好了，这是我的宝贝女儿陆琪，以后她代表的就是我。我比谁都知道，我是个领养的假千金，我欠了他们陆家的。我以为只要我做得足够好，他们就会一直爱我。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他们利用的工具罢了。这些年，你为陆氏付出了太多，他们却从未真正感激过你。是啊，只要陆氏遇到危机，我绝对是第一个冲到前面挡枪的人。后来陆言回来了，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和他去争、去抢什么。我明明已经退让到了这个地步，我明明什么都不要了，可他为什么偏偏要用那种卑劣下贱的手段来污蔑我唯一的女儿，彻底毁了我的人生？婉婉只有7岁那天，等爸爸陪她切一块蛋糕，她只是想像所有小朋友一样，被自己的父母爱着。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妥协。既然他们要战，那我就奉陪到底。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陆氏集团刚刚认回的真千金陆妍小姐情绪失控，站在天台边缘，企图轻生。据悉，陆妍小姐声称是因为被其姐姐陆琪以及沈氏总裁沈燕池恶意构陷逼入绝境，证据确凿，木已成舟。他现在名声彻底坏了，他居然还想爬上天台，用死来博取大众的同情。以退为进，道德绑架。周木川和陆家父母应该也都在现场。既然戏台子都搭好了，那咱们这位主角怎么能不到场呢？走吧，去天台。快看直播间，这女的在控诉她姐姐呢！姐姐，你明明过得比我好，为什么非要这样对我？难道把属于我的身份拿回来也有错吗？快看，那个恶毒的姐姐来了！你满意了吗？你非要把妍妍逼死你才开心是不是？这位家属，请保持冷静，不要在现场扰乱秩序。陆琪，我警告你，妍妍要是有个3长2短，你就完蛋了！姐姐，你终于肯露面了。你要是想要陆家的一切，我都还给你，我什么都不要了。闹成这样，你现在满意了？哪怕你之前发在网上的视频和那些东西是真的，可那又怎么样？陆妍起码怀的是我的孩子，是我周家货真价实的亲生血脉，反倒是你，刚跟我离婚就迫不及待跟别的男人领证，不守妇道。还有那个养不熟的拖油瓶，不过是父母刚离婚就能随便拉个野男人认贼作父，真是有什么样的妈就有什么样的种。对，如果你今天不当着全市媒体的面跟妍妍公开道歉，承认是你栽赃陷害她，要不然我们陆家也彻底不要你这个女儿了。你笑什么？疯了吗？你们不过是想在媒体面前洗白你们自己，把我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周木川，摆在你面前跟你流着相同血脉的亲生女儿你不认，反而去捧别人的臭脚。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女人，到了现在还在这里胡说八道，挑拨离间，是吗？那你们现在好好查查不就知道了？我今天点到为止。陆妍，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劝你好自为之。陆琪，你别在这里装神弄鬼！以前你陆妍能拿亲情来拿捏我，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我在乎的人，有我舍不得的恩情。可现在，那些恶心的东西，我一个都不在乎。执法者同志，抱歉，失陪了。与其在这里跟这群疯子浪费时间，我不如早点回家。温吉女士、沈总，关于陆妍在天台事件，经过我们警方的深入调查，已经有了定论。同志，听您的意思，他背后藏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不仅如此，这个陆妍根本就不是陆家走失多年的真千金，她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是伪造的。他们利用有钱人家的私女心切，专门盯着这些富商下手。所以陆家这些年为了找女儿闹得满城风雨，正好成了他们的目标。他是有备而来。没错，他对照着陆家丢失女儿的模样和习惯、胎记进行整容和刻意的行为训练，连 DNA 检测都动了手脚，这才让陆家父母信以为真。那他的孩子呢？周木川为了那个孩子已经做过检测，那孩子不是周木川的。周木川啊，周木川，到头来心心念念却不是你的孩子。陆妍这一招确实算得精。沈总说的对，陆妍一边拿孩子当筹码，逼迫周木川和温女士离婚，好稳坐周太太的位置，一边又联合自己的玩伴，通过虚假项目和合同掏空陆家公司的账面资金。他之所以千方百计地污蔑我，就是为了搬开我这个挡在他们面前的绊脚石。只要我在陆氏一天，
他就没法轻易的把陆家的家产转移干净。如今证据确凿，陆岩和他的同伙已经被我们警方正式批捕。辛苦了，执法者同志。陆总，请问网上爆出的陆岩是职业骗子的消息是否属实？陆总，听说陆岩已经联合外人掏空了你们陆氏集团所有的流动资金，陆氏是不是面临破产倒闭？周总，你为了一个骗子亲手把自己的结发妻子和亲生女儿逼走，请问你这个是什么心情？亲生女儿不要，却给骗子当接盘侠，真是活该！不，这不是真的，琪琪，婉婉。都过去了，伤害过你们的人已经付出了代价。是啊，好在这次有你。婉婉，如果你还害怕去原来的学校，妈妈今天就跟燕慈爸爸说，帮你转学去新的地方，好不好？妈妈，我不用转学。如果我现在转学了，那些欺负我的他们人还以为我怕了呢，反而显得我小气。我要亲自去学校，站在他们面前，亲自告诉所有人，我是清清白白的。我妈妈也是最棒的妈妈。婉婉，婉婉，不要走！这位家长，请你止步，不要打扰学校秩序。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亲子鉴定是假的，婉婉是我的亲生女儿，全都是我被骗子蒙蔽，亲手造成的误会和伤害。我不是人，婉婉，爸爸真的知道错了，你回头看看爸爸，你再叫爸爸一声原谅我好不好？婉婉，你以前最喜欢这只熊了，每次睡觉都要抱着它，你再摸摸它，原谅爸爸一次好不好？我只是想让你陪我切一块蛋糕。周不川，你要干什么？你可别忘了，当时是你把婉婉推倒在地上，还把这只熊丢进垃圾桶里。陆琪，琪琪，我求求你，我们复婚好不好？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和婉婉啊！现在知道糗了，早把孩子逼到绝路，现在又来发福，真不要脸！琪琪，这次我什么都不要了，周氏集团财产股份我通通都可以不要，我只要你和婉婉回来，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周木川，太迟了。琪琪，在我和婉婉最需要你的时，是你亲自捏造亲子鉴定。周木川，你连给沈燕慈提鞋都不配。婉婉，熊熊留给你吧，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自己一个人需要人陪。老爷，您这胃病又犯了，这是刚熬的清汤，您好歹喝一口吧。琪琪以前在的时候，都会提前备着养胃汤，她熬的汤喝下去胃里才舒服。你说我们是不是遭了天谴了？亲生女儿，我们穷尽一生没找到。天谴，确实是天谴。亲手养了20年的最孝顺的琪琪，却被我们一次又一次推入了火坑。陆家那时候遇到危机，要不是琪琪在外面应酬做方案，陆氏早就破产了。我们怎么能听信那个骗子话那么对他呀？喂，琪琪，你终于肯接妈妈的电话了。你最近过得好吗？沈家的人对你好不好？我很好，很好就行。琪琪，你爸的胃病又犯了，他最近一直念叨你。不必了，以后别再打来。琪琪，我们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真的不要爸爸妈妈了吗？陆夫人，有一件事我想您搞错了，我已经去派出组改了姓，以后我叫温琪。你连姓都不要了，你就这么恨我们吗？我不恨你们，这20多年的恩情，我当年在陆氏集团当牛做马为你们拉投资挡子道的时候，就已经成倍的还给你们了。至于陆家，我跟你们早就回不去了。爸爸快跑，大怪兽追过来了，往左边跳。收到，婉婉看好了，爸爸这就帮你报仇。妈妈，快来！来啦！怎么了？陆家那两口子又打电话来为难你？他们求我回家吃饭，还质问我为什么要改姓温。当年他们收养我，我尽心尽力替陆氏打理生意，替公司拿下数个100亿项目。为了一个职业骗子，
把我们赶出门。谢谢，不用勉强自己去原谅，也别强迫自己回头。往后你是温琪，是我的妻子，婉婉是我的女儿，这里才是你们的家。妈妈不哭，颜竹爸爸比以前的爸爸好10000倍，我们不用再想不开心的人啦。下周学校艺术节，我要上台画画，颜竹爸爸答应陪我们一起去。怎么了？沈总，太太，前面有人拦车，在这里待着，别动。周总，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立刻离开，不要惊扰了我的妻女。我知道错了，你下来见见我好不好？琪琪，你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婉婉是我的亲生女儿啊！我把周氏的1半股份转给婉婉，市中心3套学区房也全写她的名字。婉婉，爸爸还记得你最喜欢这个小熊，以前是爸爸混蛋，你原谅爸爸这一次好不好？跟爸爸回家，我们一家3口重新过日子。婉婉，我是你的亲生父亲，血缘是断不开的。周慕川，血缘从来就不是衡量亲人的标准。婉婉深夜发着高烧昏迷不醒，我给你打了10通电话，发短信求你来医院看一眼。你当时是怎么回复我的？你说孩子不是你的，你没空跟我演苦情戏。那个时候你有想过血缘吗？在我们最需要依靠的时候，是你亲手把我们母女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如今你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了，又想起你还有一个亲生女儿，有一个被抛弃的妻子。周慕川，太迟了，现在所有的痛苦都是你自作自受。沈燕慈，这是我和我前妻、我女儿之间的家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多管闲事。当初要不是你半路截胡，琪琪根本不会跟我离婚，她心里原本是有我的。结婚证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温琪现在是我的合法妻子，婉婉是我视若珍宝的女儿。哼，反观你周慕川，你早已跟她解除了婚姻关系，你亲手伪造亲子鉴定，我随时可以提交法院起诉。当初你为了讨好别人，不惜毁掉相伴8年的妻女，如今孤身一人是你自己的选择，别再来纠缠他们了。我知道我罪无可赦，可我真的不能没有他们啊！公司濒临破产，陆岩骗光我所有积蓄，还联合外人掏空陆家资产，锒铛入狱。我身边空无一人，只剩下婉婉这一个亲人了。周慕川，现在想起我们了，这一切是你自己咎由自取，往后不要再到这里来围堵我们，否则我们会直接报警处理。今日上午10点，曾盛极一时的陆氏集团因债务违约、资金链彻底更裂，正式宣告破产清算。据悉，因涉案金额巨大，陆氏夫妇名下所有的房屋资产、别墅及商铺均已被陆家老家老宅的拍卖公告，还有陆夫刚刚托人送过来的一封信，指名带姓要给你。琪琪，要看吗？他们当年的伤害是真实的，我无法强迫自己原谅。不用回信，也不用见他们，恩怨到此为止，互不打扰，就是最好的结局。好，你若不见，我们就断了所有联系，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妈妈，前面那2个人是外公外婆吗？手工咸菜，自家腌的咸菜。欣欣，要过去和他们说2句话吗？不用了，我们走吧。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在想，幸好当初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拨通的是你的电话。如今能重新陪在你身边，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燕慈爸爸妈妈，我准备在下周艺术节的画板上画一棵开满桂花的大树，树下站着爸爸妈妈还有我。我要把这幅画取名叫《我们的家》。婉婉，加油！妈妈和燕慈爸爸就在下面看着你。婉婉，婉婉，琪琪，我终于找到你们了！这位先生，你没有入场券，不能进去。婉婉，爸爸在这里。这就是当初那个伪造亲子鉴定、污蔑女儿的周氏总裁，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什么去了？周慕川，我上次就已经跟你警告过，不要再来打扰婉婉，你视若无睹，执意扰乱校园公共秩序。若是再不配合离开，我立刻联系警方介入。警方？沈燕慈，你少吓唬我！我看就是故意拆散我和我的女儿！你不过是趁人之危，
七夕当初跟你领证只是走投无路，她心底根本不爱你。等她看清你的真面目，迟早会回到我身边。是吗？周木川，需要我当众播放这段录音，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听，你是带着怎样谋划污蔑我和婉婉的吗？怕什么？伪造亲子鉴定的事儿，岳父岳母也知道。等妍妍心里平衡了，我再跟她复婚就是了。不要放了，七夕，关掉他！周木川，当初你在婉婉生日宴当着数十位亲友的面播放伪造报告，七夕，那都是我的错，我求你了，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婉婉，不要忘记爸爸，爸爸永远等你原谅我。婉婉别怕，妈妈和燕慈爸爸都在这里，没有人能打扰你画画，专心比赛就好。我一点都不怕，有你们在，我什么都不担心。我们婉婉最勇敢，爸爸妈妈在台下等你拿第1名。妈妈，燕青爸爸，我拿到1等奖啦！温婉婉小朋友今天表现特别出色，心理素质很好，方才现场发生差异，丝毫没有影响他发挥。这幅我们的家利益温暖，离不开你们2位家长用心呵护。老婆，晚上想吃什么？我们回家好好庆祝婉婉拿到1等奖。我想吃燕子爸爸做的糖醋排骨，还要吃奶油蛋糕。好，都依你，爸爸这就带你们去买。经查，被告人伪造寻亲档案，刻意模仿被害者陆家走失女儿的习惯，骗取受害人信任。此外，被告人陆岩为达到非法目的，教唆周木川伪造 DNA 亲子鉴定，对温琪女士进行恶意诽谤。温大人，我只是一时糊涂，我是被同伙教骚的，求求你从轻量刑。木川哥，你帮帮我，你帮我跟法官求求情好不好？被告人陆岩数罪并罚，赔偿陆氏、周氏全部经济损失，退庭。七七，是我有眼无珠，识人不清，是我亲手毁了我们原本最美满、最幸福的家。你放心，我不会再去独栋小院，也不会再去学校打扰你和婉婉的生活了。我名下仅剩的一点个人资产，我已经全部委托了律师，转到了婉婉的专属信托账户里。这笔钱，算是我这个父亲唯一能弥补给他的东西。七七，我知道我现在给你的这些补偿，根本弥补不了我之前带给你们母女的伤害，更换不回婉婉受过的委屈。之前我一次次去小院，去学校纠缠你们，是我自己心存妄想，我没有资格再介入你们的生活。律师已经公证完毕，这笔资产只能用于婉婉教育、医疗、成长开销，任何人无权挪用。我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七七，不必为难，若是不愿收下这笔钱，可以让律师原路退回，一切随你的心意。处理完所有糟糕的事情，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那就好，下周我们带上婉婉去海边度假，好不好？海边？我亲自订了临海的民宿，听说那里的院子里也种满了桂花，海风一吹，特别适合散心。好，带上婉婉，我们去海边好好放松一段时间。燕子爸爸，快看，我的城堡建好了，我是里面的小公主，你和妈妈是守卫我的骑士。好，只要婉婉喜欢，爸爸一辈子都给你当骑士。妈妈，燕慈爸爸，我们以后每年暑假都来海边玩好不好？当然可以啊。那到时候我要把大海、沙滩，还有我和妈妈燕慈爸爸，通通都画进我的画板里。好，爸爸答应你，以后每年都带你们来。资料都核对无误了，从今天起，温琪女士就正式改姓温了。不得不说，你们一家3口看着可真和睦，小姑娘跟妈妈继父感情真好。叔叔，你弄错了，他才不是我的继父，他就是我的亲爸爸。温琪，过去的伤痛我陪你一同抚平，往后余生3餐4季岁岁年年，我想以丈夫的身份光明正大守护你和婉婉。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我愿意。从前你独自扛下所有风雨，今后所有苦难由我替你遮挡。我会爱你一生，视她如亲生，守护我们的小家，永不背弃。我曾在女儿7岁生日那天跌入无边深渊，受尽羞辱孤立。可绝境之中，我勇敢斩断错误的过往，转身抓住了属于自己的光亮。如今我是温琪，有爱我的丈夫，有阳光快乐的女儿。所有苦难皆成过往，前路漫漫，尽是温柔春光。